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紫云健康频道，我是苗医生。我先问大家2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有些朋友每天还没亮，大概凌晨4、5点钟，肚子就准时咕噜咕噜的叫，然后就得赶紧跑厕所，拉完肚子才感觉舒服一点，拉出来的都是没消化的食物。第二个，还有些朋友晚上起夜3、4次，刚躺下又想上厕所，白天也尿频尿急，甚至咳嗽，打喷嚏都会漏尿，出门前必须先找好厕所在哪，同时还伴随着腰酸腿软、头晕耳鸣、没力气。如果上面这2种情况你占了其中一种，那么今天这条视频对您肯定有帮助，因为这2种情况在中医看来都可能是我们身体的大门没关好，一个是管我们出口的后门，另一个是管我们精华的前门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2个专门帮我们关门固守的经典中成药，四神丸和金锁固精丸。大家不需要任何中医基础，我会把它们里面到底有什么，能治什么，怎么用，一次性说明白。在视频最后我会送给大家一个独家辨别小窍门，大家只需要记住2句话就能立刻分清这2个药，再也不会用错了。好，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四神丸。我们先从它的关键症状说起，就是我开头提到的第1种情况。中医管这个叫5更泻，也叫鸡鸣泻。5更就是凌晨3点到5点，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拉肚子呢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凌晨是阴气最重，阳气刚要升起的时候，如果一个人身体里的火种不够旺，也就是中医说的肾阳虚，那在这个最冷的时候他就暖不起来，肾脏这个小火炉不旺，它就没法去温暖我们的消化系统，也就是我们的脾这个锅也是凉的，中医叫脾阳虚。一个凉锅怎么可能把食物煮熟呢？所以吃进去的东西没法好好消化，就变成了顽固不化，也就是拉出来的东西里还能看到没消化的食物残渣。到了凌晨阴寒最重，身体彻底扛不住了，肠道也关不住门了，就只能赶紧排出去。这就是5更泻的根本原因，脾肾阳虚，火力不足。四神丸就是专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，它就像一个生火炉的小队，精准的在凌晨给我们的身体生火。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组成，非常精妙，只有4味主药加上生姜大枣。第1味药补骨脂，这是这个方子里的总指挥，中医叫君药。补骨脂听名字就知道它是补肾的，它的药性非常热，是热性药，专门给肾脏这个小火炉添柴火的。肾的火也就是肾阳足了，身体的根本就暖和了。第2味药肉豆蔻，这是副指挥，中医里也叫岑药。肉豆蔻它也是温性的，但它的主要工作是暖我们的消化系统，就是脾胃，同时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叫涩藏止泻。什么叫涩？就是收住。如果说补骨脂是生火，那肉豆蔻就是关门，它能让松弛的肠道紧一点，把这个后门给关牢了，不让它随便漏。第3味药五味子，这味药是辅助队员，也叫佐药。五味子大家可能喝过，它非常酸，在中医里酸味的东西基本都有收敛收涩的作用，它在这里有2个任务。第一，它帮着补骨脂补肾，把肾的精气也收住。第二，它帮着肉豆蔻涩藏，加强关门的力量，它是一个超强辅助，可以让补和涩的效果都加倍。第4味药就是吴茱萸，这味药是向导，叫使药。吴茱萸也非常热，它有2个作用。第一，它能驱散我们肚子里的寒气，我们拉肚子前不是会肚子痛吗？很多时候是寒导致的，吴茱萸就能散寒止痛。第二，它能把药力引下去，引到我们的下腹部、肾和肠道的位置，让火力更集中。最后还要配上生姜和大枣，生姜也是热的，帮助暖胃散寒。大枣是甜的，能调和一下前面那些药的味道，保护一下我们的胃，让整个方子吃下去更舒服。好了，我们总结一下，四神丸这个生火炉小队是怎么工作的。补骨脂给肾脏生大火，肉豆蔻给肠道关门，五味子辅助两边帮忙，既补肾又关门。吴茱萸负责驱寒止痛，引药到病变部位，最后生姜大枣保护肠胃。它们4个组合起来，能精准的在凌晨把我们的火点起来，把门关上。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用四神丸呢？核心症状：每天凌晨4、5点钟准时拉肚子，大便形态：大便很稀，水水的，或者有不消化的食物，伴随症状肚子痛，但拉完就舒服了。
平时非常怕冷，手脚冰凉，尤其是冬天，腰膝酸软，精神很差，吃的也不多。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，四神丸就非常对症。怎么用呢？一般中成药都是丸剂，推荐的用法是用淡盐水送服。为什么？因为咸味在中医里是入肾的，淡盐水能更好的把药力引到肾脏这个小火炉里去，一般在睡前服用，这样药效刚好在凌晨发挥作用。好，刚才我们说了四神丸，它是帮我们关注肠道这道后门的，解决的是拉肚子的问题。但是我开头提到了，我们身体还有一道门更重要，尤其是对男性而言，那就是我们中医里说的藏精之门，也就是肾。如果说拉肚子是漏水，那么肾不固精，漏掉的就是我们身体的精华了。那这道门关不牢，又该用什么呢？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二个，也是非常著名的方子——金锁固精丸。大家听这个名字，金锁就是金子做的锁，固精就是牢牢地锁住我们的精。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形象，它就是一把大金锁，专门用来锁住我们肾脏的仓库大门。什么样的仓库需要金锁呢？当然是门坏了的仓库。这就是我开头提到的第二种情况，夜尿多，频繁遗精，就是睡着了漏尿早泄。在中医看来，这叫肾虚不固。大家注意，这里的原因不是因为火气太大，那种叫君相火旺，而是因为太虚了。肾脏这个仓库本身就亏虚了，管着仓库大门的那个管理员就是肾气也虚了，没力气了，所以这个门就松了，里面的宝贝肾精就老是自己往外漏。这种情况除了漏，一定还会伴随一系列虚的表现，比如腰酸腿软，肾的房子不牢固了，头晕耳鸣，肾开窍于耳，没精神，脸色发白。这个时候我们光去清热灭火是没用的，得一边往仓库里填东西补肾，一边赶紧把门修好，上锁固涩。金锁固精丸就是干这个活的专业维修队。我们来看看它的组成。第一味药沙苑子，这是这个方子里的总指挥，他非常厉害，一个人干2份活。第一，他能补肾，往仓库里填东西；第二，他能固精，修门锁，它是既能补又能涩。第二组药芡实和莲子，这两是副指挥层药。这2味药大家可能在八宝粥里吃过，它们都是性平的，不寒不热，非常温和。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健脾和益肾固精。大家可能会奇怪，这是肾的问题，为什么要健脾？中医认为，我们吃进去的东西需要脾来消化，才能变成精华去补充肾。如果脾不好，肾就成了无源之水。所以用芡实和莲子是为了开源，让身体能持续不断的生产精华，同时它们俩本身也有收涩的作用。第3味药连须，这味药也是副指挥成药。连须是莲花的花蕊，它的作用非常专一，就是涩精。它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，能清心。很多时候精关不顾的人，心里也容易发慌，心神不宁，连须就能在上锁的同时把心也安抚一下。最后2味药龙骨和牡蛎，这是这个方子里的辅助队员。龙骨是古代动物的化石，牡蛎就是我们吃的生蚝的壳。大家想，石头和贝壳，它们有什么特点？重，在中医里这2味药叫重症药，它们就像是给这把金锁配的2把大铁锤或者重重的门栓。当我们的精气要往外泄的时候，龙骨和牡蛎把精气给收回来，它们是这个方子里上锁力量最强的2味药。好了，我们再来总结一下，金锁固精丸这个维修队是怎么工作的。沙苑子负责补仓库和修门锁，芡实和莲子负责生产原料和加固仓库，连须负责专心上锁和安抚情绪，龙骨和牡蛎负责用重量把门死死压住。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用金锁固精丸呢？核心症状就是夜尿多，频繁遗精，没有做梦也可能发生，叫滑精，或者控制不住的早泄。关键前提必须是肾虚导致的。如果你是湿热上火导致的，吃这个没用，甚至会关门留寇，加重病情。伴随症状一定有虚症，比如腰酸腿软、头晕耳鸣、精神萎靡、四肢无力、脸色苍白。如果是上面说的这样的情况，金锁固精丸就是对症的。那么它怎么用呢？它也是丸剂，同样推荐用淡盐水送服，也是为了把药力引入肾脏。好了，说到这里，2个方子都拆解完了，现在送给大家一个独家辨别小窍门，大家一定要记牢了。四神丸是关后门的，
管拉肚子，它是温热的，是给那些又冷又拉的人准备的。精索固精丸是关前门的，管漏经的，它是平和的，是给那些身体虚守不住经的男性准备的。怎么样？一个管五更泻，一个管一经，一个重点在温阳，一个重点在固涩，这下大家是不是彻底分清了？如果这期视频对您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收藏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们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